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请我们今天嘉宾，有请，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王26岁，来自山东，职员；小杨22岁，来自山东，客服。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骑驴找马，脾气还特别大，不能有一点不顺心。他就是个妈宝男，什么都要听他妈的，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你们最想解决的冲突是什么？对婚礼的事情少点挑剔，多尊重一下父母的意见。他现在备婚前后2副面孔，处处算计，还装穷。希望对方如何改进？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少用脾气解决问题？兑现他的承诺，别总是斤斤计较。哎呀，你家这备婚怎么备的感觉冷冰冰的，说的话都一点温度没有了。从备婚开始之后，我就发现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妈宝男，什么事儿都得给他妈讲，然后我一点隐私的事情也得给他妈说。啥时候你觉得他的妈妈开始介入你们的关系了？就是从那个见了家长之后吧，就是我第一次就是跟着他去见他父母的时候，然后我不是穿了一个白色的长裙嘛，当时就是一字肩露点肩膀那种，他妈妈就在那儿阴阳我，就说我这种穿着不正常，一看就是不是正经姑娘。这个东西，他年龄大嘛，接受不了也很正常，这种东西。那你没跟你妈妈解释一下呀？他帮着他妈说话。他赞同他妈的观点，他妈这样说我，他也说我衣服不正常。后面他妈还上升到我的工作嘛，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压力大，我就找了一份奶茶店的工作。他妈就是说我工作不体面，就当时他跟我说，你要不就是那个先歇着吧，就先别干了，别太累了。我当时听着可高兴了，然后我觉得他是在关心我，然后我也觉得我找对人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人家他妈说的，觉得我在那个地方工作不体面，丢他们家人了。那本来就不体面，奶茶店里什么人都有。那你们还有什么事情上女生觉得男生更多的听取妈妈的意见，或者有妈宝男的倾向？我们就打算就是商量着，然后是想创点业，然后我觉得美业挺合适的，然后我想在老家开一家美甲美睫店，对不对？然后对我们以后对吧，小家庭的收入上面也是比较可观的，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结了婚着想嘛。然后我们俩是当时是商量一致的，他也是同意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嘛，不知道他妈怎么又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他妈打电话，当时他妈不知道我在旁边，但我就在旁边听着呢。他妈就说：“哎，你怎么能答应给他开这个店呀？就说要干也是你干，你这样不相当于把钱全部交给他保管了吗？”那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啊，是不是？当时这个钱也是我们2个人攒的，他开美甲店，我就不能干啊。你不是体制内的人，你干什么干啊？对呀，我就觉得他工作挺稳定的，对不对？然后我工作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就是说开店的话可以辞职。你们攒了多少钱呀？也不多吧，就那个4、5万块钱吧，就这样。然后他妈一说，他又不同意了。你怎么想的，小伙子？我觉得吧，就是说还是我们要一起开一个，我也能跟他帮忙嘛，他自己干也不要这么累。就反正现在也没开是吧？对，没有开。那姑娘，你现在找到工作了吗？还是还在奶茶店？那个我现在在干客服。哦，那就有自己的收入哈。对。那你们俩攒的钱是谁在保管啊？目前他在他那儿。在他那儿？对。那这个钱的使用呢，谁来控制，或者需要怎么协商呢？我们一般都不使用这笔钱，每个月存一点，存进去之后就不再动了这个钱。那你们2个人对于花钱呀，或者对收入的这支配上有矛盾吗？有，就是前段时间我爸就是过生日，然后我给他买了个手机，然后人家又给他妈说了，他妈就在旁边就是阴阳我，然后就说：“哎呦，好有钱啊，过个生日就花4000多块钱买个手机，真舍得花钱呀！”就觉得我花的钱是花了他儿子的，就这样说。我妈说的也对啊，是不是日常开销啊什么的都是我花的多，然后他把钱省下来给他爸妈买手机。那你意思是你平时多请了我吃几顿饭，然后我省下的钱就得益于你了呗？我给我爸买，那是不是我花的多嘛？我平时也给你花过钱呀。你看这个花钱上也达不成一致哈。那你们小情侣之间的一些事儿也跟妈妈说吗？说的，他什么事儿都说，一些我的私事儿他也要给他妈讲的。就是
我前段时间内分泌失调，我当时说实话心里也挺就是焦虑的，也挺难受的。结果人家打电话就刺激我，就说我妈要带你去医院，就担心我俩以后要孩子，然后说必须要带我去看看，就我理解不了。很正常嘛，是不是？我又不懂，我问一下我妈，然后我妈也是关心她。咱这小哥真是啥都跟自己妈说。对呀，然后我的聊天记录啊，他也看我跟我妈的聊天记录。就你看，这是正常成年人跟他妈这样说话的吗？一天一个妈妈叫着，那怎么不正常？我叫我妈，我感觉都正常。而且老师你知道吗？他打电话都得给他妈晚上打着电话睡觉，然后说睡不着，他妈给他讲故事。他这么大年龄还要听着妈妈讲故事入睡。于老师5个小时，我们这个通话时间15小时，视频。哎，这个小伙子，你这5个多小时跟你妈都说啥呢？就聊聊天嘛，聊聊一天我干了什么。不是这个生活细节分享的多，那这你们结婚这大事儿应该更是妈妈参与的多吧？对对对。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买房子的事情。就原本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就是看了一个房子比较不错，然后离我单位也近，离他单位也近。还有就是最起码有一个幼儿园嘛，我觉得以后小孩上学也方便。然后我们就和销售约好去看了嘛，人家非得带上他妈。那带我妈去怎么了？我妈是不是也要出钱啊？但是带他妈去了之后，老师你知道吗？就是一进那个样板间的门，然后他妈就讲话了，就是哎呀这装修花里胡哨的，一看就不少花钱，用的材料也都不好，这么大味儿，就这样说话。那本来样板间他那个装修就不行，是不是？我妈也是担心我俩的安全啊。然后呢？然后就说他妈就说嘛，就说买个二手房实在，然后到时候找亲戚装修嘛。最后他们家高低是买了一个二手房，而且是买完之后才告诉我的。本来就是他出钱嘛，他想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就买嘛，有的住的就行，不要太挑剔，人要懂得感恩，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吧，他买什么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没给我商量，人家就直接就买了。那我妈妈买房子还要跟你商量吗？我妈自己出的钱。小伙子，你爸爸什么意见呢？我爸爸肯定听我妈妈的嘛。肯定嘛。你们全家都听你妈妈的哈？对。所以也希望未来的儿媳妇也听妈的，是吧？对。还有什么其他这个筹备婚礼遇到的困难吗？就是五金呀，还有彩礼呀。彩礼我们明明之前都商量好了，就给20万，然后真到谈彩礼的事情之后，他拿出来他和他妈的聊天记录，然后他妈就说他朋友家的儿子就给了8万块钱，说我结婚就顶多给我10万块钱彩礼，说我家要20万给卖闺女有什么区别？就这样讲话。那反正最后答应给你20万就行了嘛，你说这干嘛？老师，你知道这20万是怎么给的吗？他说我妈这边最多能出15万，然后这5万我自己想办法去借，但是结了婚之后让我去还，然后还得让我当着我妈的面说他家就给了20万，那就等于还是15万呗。对呀，最后让我还啊。那这个5金什么3金几金？哎，5金的这个事吧，我原本说买个首饰嘛，就我俩去得了，人家还得叫着他妈。那我妈出钱不让我妈去，谁去啊？哎呀。就我当时喜欢了一个就镯子嘛，我觉得那个款式比较时尚一点，好看。人家他妈不同意，他说你买个束圈实用，然后那个还方便以后干家务。就是凭什么你妈就觉得我以后就该我做家务呀？为什么不觉得让你做家务呀？那我妈也没说非得说全部的家务让你做啊，咱们俩肯定是商量着来嘛，一起做。哎。就你们结婚这事儿，他妈妈参与挺多，那你妈妈呢？你们家这边呢？就我家这边吧，就觉得我只要就是满意就行，他们没有过多的要求。但是他家一直让我在这挺委屈的，你知道吗？我没有得到我应有的尊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然后每次我生气的时候吧，他也能主动哄我。然后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但是随着之后时间长了，他就变了，对我特别没有耐心。最生气的就是他向着他妈说话。我听你们小片还说什么他还老哭穷。对，怎么回事儿？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是抢着结账嘛，到后面的时候，人家就等着我去付钱。那你要这么多彩礼，我不得攒点钱啊？一问就给我哭穷，你知道吗，老师？这不彩礼不是你妈出吗？你攒什么钱呀？那我妈也不容易嘛，我想给我妈让她出一点。行啊，都你出钱了。人家就给我哭穷嘛，说自己得努力上班工作，好攒钱娶我呀。他这分明就是画大饼，说一套做一套，天天喝不完的酒局。就那天的时候，他也是和他兄弟在一起喝酒，喝到3、4点钟回去的。第二天，然后我去找他了，他当时还睡着觉呢。
我就在旁边坐着玩手机呗。后来我就看了看他的手机，结果我翻他支付宝，发现他给他前女友打电话了。我当时看见我整个人我都麻了，你知道吗？我手都是抖的。后来我跟他讲了，就是说他有些东西拉到我家里了。谁？就是前女友嘛。前女友东西落你家里？就是毕业证了什么的，证书了，然后我就想着给他嘛。然后呢？然后没有别的了。但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是啥意思啊？他说他们之间的一个工友联系不上了。哦，他一开始找了其他的理由。对对对。那物件你见了吗？没有。那你听着也像假话。对，我就觉得是假的，所以说我现在都不再相信他了。他现在就是恶人先告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恋爱嘛，我对他确实挺好，处处让着他，哄着他。他脾气确实很大，他脾气很暴躁，给他发信息必须是秒回，一不秒回就生气。然后他上班的时候我去接他，不能迟到。还有就是过年过节了，纪念日了，都得要准备礼物。就是现在小女生不都喜欢仪式感吗？就证明自己就被在乎的呀，对不对？他这有点太夸张了，他就100天啊、200天啊什么的，必须都要有仪式感。然后我的手机啊什么的都给他看他的手机密码啊什么的都不给我看。然后不是买房子生气了吗？我就发现他跟他前男友又有联系了。你咋发现的呀？就前一段时间，然后他下了班，我说那个我去接你吧。他说你今天不要来接我了，那个我跟我朋友去吃饭。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嘛，然后我就跟着他，根本就不是跟朋友去吃饭去了，他就是跟异性，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去看电影了。然后他回到家之后，我就问他，他死不承认。然后我就把拍的视频跟照片直接就发给他了。还留证据了哈。对。告诉妈妈了吗？没有，这种事情没必要祸及家里嘛。然后他就一看瞒不住了嘛，就跟我说是他前男友。就这个事情的话，我在家跟他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就因为备婚之后就买房子的事嘛，我就太失望了对他。然后我们俩就冷战了差不多2个星期。当时我就心情不好嘛，我就发了几条朋友圈，然后 emo 的一些文案。然后可能就是前男友看到了嘛，就问我怎么回事然后就是给我说一下，就是说一些我们之前的事情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就问还能不能和好，但我都是拒绝的。你现在这种解释，你不觉得苍白吗？没解释清楚。就我还没说那个，还没有给你们说详细。就是他那个前男友就说，要不你陪我看一场电影，看完这场电影，你如果还不愿意跟我和好的话，那我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你的生活中了。那你直接给他拉黑都删除掉，他也联系不到了。你还去试一下。这个我站他，我站你男朋友。跟男朋友说的很对啊，你还去试一下。你承认不妥吗？我觉得他就是也是个人先告状。停，我觉得这事儿还挺重要的。你是不是从头到尾也没有跟他认真的说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对，我确实跟那个前男友出去不对嘛，但是我们俩又没干什么呀。哎呀，还得干什么呀？我也不对就是不对，我都拒绝他的。行吧，那男生这件事儿你心里过去了吗？我现在过不去也，但是说实话，现在就是已经走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是想跟他和好，然后结婚的。但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跟他前男友到底能不能断干净？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结婚什么的也花不少钱，我也不想当这个冤大头。那女生呢？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觉得他现在就是一个纯粹的妈宝男，幼稚还不上进，就是什么事都得听他妈的而且就最重要的让我生气的是啥吧？无论什么事都得站他妈那一边。就你和前男友看电影这事儿，他跟他妈说了吗？这个我不知道。说了吗？肯定没说，要说了就完了。所以他心里还是有分寸，他跟他妈是好，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分寸的。那你还想嫁他吗？就是我现在就挺犹豫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关于他那个前女友的事情，我还是过不去。你想，他给他前女友打电话，我跟我前女友就打了个电话，又没见面，又没干嘛，又没看电影。我怎么知道你们俩没有见面呀？哎，姑娘，人严老师就问你还想不想嫁，一句话，你给个痛快话。他很纠结，你绕了好多，他纠结吗？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那你这样啊，你说什么样的情况你就决定不嫁他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就继续。就是说他兑现他的承诺，然后那个对我的态度改一下。2点，一是彩礼得是20万，代表你的诚意。对。2是你这态度得对我变，不能老出去喝大酒，对我不够关心，不能老做妈宝男。是这样的。这能商量吗？可以商量，彩礼可以商量嘛。她只要跟她前男友不要再有联系，彩礼
我可以再跟我妈讲吗？行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们觉得这个危机能化解吗？或者怎么化解呀？我觉得这个危机很难化解，因为我觉得彩礼这个问题，就是好多人到彩礼这个问题上都结不了婚。你俩涉及到彩礼问题了吗？我俩还没有。会有矛盾吗？应该不会。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我父母能听我的。对，就在如果说我们后续会谈到结婚问题上，我觉得我父母可能会听我的意见会多一点。明白了，所以你俩的矛盾不在这个点上哈。对。那你觉得他俩这危机能化解吗？对半对半吧，我觉得就是他们如果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话，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小伙子换成你能接受吗？和前男友看电影？我接受不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心里一直会有这么一道坎，就很难接受。行吧，老师们年长一些，经验多一点，听听家长们的建议吧。男生说女生骑驴找马，女生说你烦死找妈。我注意到这个男生他的口头禅就是我妈说的，我妈说的对的。你自己有主见吗？很显然没有啊。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要在一起，女生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因为在她心里根深蒂固。你们两个人的危机是信任危机，在恋爱当中信任那是一种踏实的感觉。你们两个人现在都不踏实，你男友的这一件事情是他心中过不去的坎，他现在就犹豫该不该信任你。所以很简单，你们两个人不适合走进婚姻，至少目前我认为不要跌跌撞撞匆匆忙忙走进婚姻。我觉得你现在最大问题不是在什么他是妈宝男，或者说是他不上进，他不成熟，他幼稚，不是。你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那个房子对你有没有份额？彩礼其实差距不大。现在男士，我告诉你，女方现在要什么呢？要那房子，你能给她多少？可以给她。我问一下女方，你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房子问题要说清楚，对吧？对。你看看，我建议这个问题是重大决策。我觉得你们3个人，就是你们2个和你妈妈写上一个比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们俩之间如果说这个男士有一点瑕疵，女士你那个叫过错，你绝对不能因为任何理由，尤其是你们现在订了婚了，在备婚的过程中，彩礼、房子，对吧？买衣服3金5金这样的，你可能一谈，这里面势必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不同的意见就会产生矛盾，矛盾呢就会让你们的感情会淡，淡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想到前任。但问题是，你可以想，但你不能这么去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在这里面是有过错的。但是人家男士能不能这个坎能不能过去，我现在不好替他做结论，这要看你接下来怎么做，这道坎怎么迈过去。好，谢谢任律。我看起来你们这些事情上呈现出的问题都不是核心，核心是我觉得你俩就没有真正相爱。婚姻是爱情的归宿，但你俩爱还在路上呢，还没到归宿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不够爱。如果男生足够爱女生，你就不会让你妈妈介入到一些你们私下的让女朋友不高兴的细节的问题当中，因为你不爱她，所以你不站出来为她发声。女生也一样，你一直在解释说我跟我前男友啥也没有干呀，我就看个电影呗，反正我心情也不好，而且也是为了告诉他咱俩不成，不行，我不会回头了。我现在男朋友比他条件好，你肯定是知道你不会嫁给他的，我相信你没要和他怎么样，但是也是因为你不爱这个男生。一个在爱当中的女人，她会感受对方，我这样做，我爱的那个人会不会难过？所以你也不够爱，爱不够浓，就不要进入婚姻。你还指望房子加你的名儿啊？5万块开个美业的小店都不让，那50万的房子能给你吗？就不可能。而在他母亲的心中，这个儿子是他母亲的私有财产，其他女人是附属品，根本对你没有感情啊！所以我的建议也很简单，继续相处吧。如果觉得还不是一定要分开，但千万别着急结婚。你们俩真是50步笑100步。哦，对，你这个是看电影，你被他知道了。你觉得要以男生的这种智商，他要和前女友看了电影，他能让你知道吗？连通话都在支付宝里。对吗？所以我觉得相比较之下，这女孩真的好简单，她还能告诉你，她还能让你知道，你遇到的问题绝对不仅仅只是房子的问题，真正你遇到的问题是她跟她妈妈每个星期通4、5次4到5个小时的电话，
真正的问题是在这儿，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种长时间紧密的亲密的沟通，他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到了和妈妈的沟通上。男孩子，我告诉你啊，所有妈妈能够和儿子在你这个年龄还能保持这么紧密的沟通的，一个是他不允许你长大，还有一个他没有学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适度调整和你之间的相处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也没有这样被好好对待过，所以当他要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妈妈首先的感受是我都不要，他凭什么要？男孩子真的是要长大了，其实我们特别害怕妈宝男，事实上你也在用你的行为证明着你是妈宝男，什么事情都跟妈妈事无巨细的报备。你觉得啊，你身边有几个和你同龄长大的男同事、男同学、朋友是你这样的？他不正常。不仅仅是妈妈的情感诉求不正常，你的情感诉求也不正常，这样会破坏你在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经营。你错过了他，你会错过的不只是他。所以如果我们用稍微有一点远见的方式去看一看你未来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你就先想一想，妈妈能不能先从你的生活当中学会得体退场。如果学不了，你也不让妈妈退场，死拉硬拽的就拽你妈，妈我就愿意在你面前当个宝宝，那真的你不适合结婚。女孩子，我觉得和前男友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本身做的确实不得体。你们两个人现在就藏着这么多的小心思，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你们俩的关系特别不健康。我在想一个场景，当你发现自己的女朋友和她的前男友或者是一个异性，两个人步入到了电影院，大家怎么做？你怎么做？我应该会直接上去呆住现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于老师，那肯定嘛。但男生你怎么做的？你没有阻止，你拿出了手机拍视频。你知道你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是你的母亲在你的成长环境当中造成的。第一，你从来不敢去解决冲突，你甚至于不敢面对冲突，所以当面对那个极端情况时，你害怕的，你不敢挺身而出，你怕冲突，你怕无法控制冲突之后的后果，因为以前都是妈妈来替你解决问题的。第二点，但是你没有跑，你留证了，这是你特别想控制他。你想控制他，你无法及时表达自己的感受，你就积在心里。你之后就可以找到一个道德制高点啊，拿出这视频你错了呀，有视频为证啊。所以你很难在这场关系当中掌握到主动权。你对这段关系你是没有信心的，甚至于你对自己自身价值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这么一个男人，你敢嫁吗？他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而且你面对的不是他，而是他身后的人，好难呐。所以小伙子，不是让你不跟你的母亲交流，不是把你和母亲的这个关系给他切断，而是你要精神上去断奶。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男人，你有责任的，你是有自己做出决定的那个权利的，你是面对冲突必须去解决的。好，思考一下老师们的建议啊，你们先下来休息一下，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孙24岁，来自甘肃，个体；小孙24岁，来自黑龙江，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和他恋爱的感受是什么？我就像他妈，什么事儿都要我为他做，遇到事情把我推出去先。他还特能作，主要是动不动就跟我耍脾气，谈个恋爱像老了10岁。我一点地位都没有，每天对他百依百顺，但凡一言不合，他还是会对我大发脾气。我就像一个受气包一样，太委屈了。你对这段感情还有多少期待？只有50%，我俩都黄了好多回了，这样分分合合也太精疲力尽了。尤其是我俩家离得太远了，看不到未来。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承诺，再列一个字据，他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但他相信吗？我对我们的感情期待还是蛮高的，能有80%。很多他认为的大事，在我看来都是小问题，他就不能好好跟我继续下去吗？哎，姑娘，你要他什么承诺，什么字句啊？就是我想让他明确的写出他在哪个点上作，因为他每次就是发完脾气之后，他不明确的说出他哪个点作，他说我哪儿错了，你告诉我。所以我希望他写出来他哪个作的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后续在一起，因为我们确实也是在一起2年了嘛，然后我们本来是干个体的，我后续想工作。然后我觉得我们俩要往下走的话，要考虑一下。这怎么2个北方人跑到云南？是在云南认识的吗？就我是最早来的云南，然后他是毕业来云南旅游，然后我们大学毕业了，然后去云南旅游嘛，然后看到他在那边做生意嘛，我觉得他长得挺好看的，我加他微信嘛。然后我们刚认识2个月，第2个月的时候，紧接着就要过年了，然后那边是夏天，人会比较多，然后我说我们2个一起做吧。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有一个押金1万块钱的问题，然后我说咱们2个一人拿1半，然后这个摊位他说写我的名字，他主动来跟我说写你的名字，然后我们确定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去找那个签约人。当时他是怎么做的？我签约完了，他没有给我钱，他直接走了。他说他去找他父母要这个钱，父母也在云南，对他们一家都在那边。哦，然后他没有给我，然后我签完了，他直接一走了之。然后我就去找他妈妈和他姐姐，这个钱他走了，我算怎么回事啊？我那个时候是跟我父母去协调这个事情，就是我跟他说了一下，但是就是我跟我母亲的协调过程中就出了一点问题，出了点矛盾，他们就觉得这个名字还是就应该继续写我的，因为我俩刚开始谈没2个月。就感觉这个事情不靠谱，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应该向着女方这一边，因为人家大老远的过来跟我一起做生意，我觉得写谁的名字都不重要。你自己一大小伙子做生意那么长时间，拿不出5000块钱吗？自己没有是吗？就是有一点，但是不多，因为我们当时在一起，刚在一起的时候花钱就是都是我在出钱，刚在一起没多久我们就出去旅行了，就基本上都是我在出钱。最后这钱给了没有？后面给了，过了2天给了，这小生意就开始一起做了是吧？对，就一开始。生意做的顺利不？刚开始还挺顺利的。后来就是后面可能就有一点问题，但是刚开始我们就都挺好的。后面我们过半年嘛，又要重新签合同，然后我那个时候不在那个摊位上，他在那个摊位上，他去找那个签约人，跟那个签约人吵起来了，他就当时就给我打电话了，当时我就过来了，他姐姐跟他说让他道个歉，他不干，你不道歉，然后你还跟我说这个事情交由我来解决，那我说那我解决吧，但是我当时心里是不舒服的，你们一家在那儿把我叫过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不是叫你过来解决问题的，我当时就是说我告诉你一声，因为摊位的现在签约人是你，然后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人家都已经骑在咱头上了，那我为什么要去道歉啊？那你告诉我最后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来解决的？我觉得我像他妈妈，就是他后面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这个问题我说那就不道歉了吧，这样吧，然后我们去后面再找个位置，然后后面现在只剩下2个位置可以选，一个位置有点小，一个位置有点大，但小的位置比较好一点。他的意思是选那个小一点的，然后我说这个小一点的怕放不下，我说，然后后面在犹豫的阶段，我们同行就给我们后面那个小的位置抢掉了，他就觉得是我犹豫了，所以没签到他觉得好的那个位置。咱俩刚开始如果是先听我的意见，把那个位置签了，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你而且我当时时跟你好好解释来着的，但是你不听我的意见。不是，那你们做了这也快2年的生意，赚到钱了吗？后面也赚到了。赚了钱不就能开心点吗？但是我们那个摊儿的生意卡位置啊，前面有同行，后面有同行，然后我们那个生意就会很一般。如果人不是很多的时候，他很一般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不高兴，在那块拉脸。他认为是你造成的。对，他认为是我造成的。我没有那样认为。你确实是随着生意的好坏，然后决定于你的情绪。这不是也正常吗？姑娘，不正常吗？赚钱了开心，不赚钱，那你也不能跟我发泄呀，那样我的心情会很糟啊。换个话题，姑娘一说就我一个人在这儿，你们全家都在这儿，那这全家处的怎么样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处对象的时候，过年红包100块钱都没给。你那时候认识我的时候，咱离过年就剩10多天了。那时候因为我们本身做生意，我们过年就是因为是在景区，人越多的时候我们特别忙，家人之间我们都没聚一下子，所以当时就是可能就疏忽这个事情了。但是第2年我们又补上了。不是补上，第2年给了，第1年没给，补上的意思是把第1年的补上。哎呀，那可不是疏忽的问题，他家人在钱上真的很计较，后面还有很多事情他也在计较，而且我们后续又买车，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因为当时手里有个3、4万块钱嘛，说贷款买个车吧，商量也是说写我的名字，最后也没写我的名字，他跟我说
买车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要跟我家里说，不要让我家里知道要写你的名字。当时贷款贷不下来，就我这边是可以的。贷款贷不下来，当时我们营业执照还差半年就可以正常办贷款，办4大行的贷款嘛。但是他当时不干，他把所有的银行都试了一个遍。就是今天这个车必须买，我说过半年再买，他就不同意，必须给要这个车。然后这个车最后是不是写的你的名字？你告诉我。然后贷款是不是我还了1年？现在？那贷款那咱俩是共同经营，那里面钱也有我的份啊。然后我想知道这个车最后如果分手了，是不是还是归于他的？车肯定是你们的共有的财产。你买车的钱是你们共同的钱，你还的又是你们共同的钱嘛，还的嘛。这个财产肯定是你们共有财产呀。所以律师就是写在男生的这个名下，和写谁的名下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听懂了吗？他们2个人都有小99，一个呢认为我现在就要用，其实呢现在买就写我的名。他的意思呢，半年以后我办下来了，可以写我的名。好了，任律师给你们答案了，现在一人一半呗。姑娘能接受1人1半吗？能接受。好，那就好，这事儿讲明白了啊。那咱再说说你俩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我们俩自己，他就是懒嘛，不作为，干什么事就装听不见，要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忘记了，要么就是这样不说话。就我们俩搬家，他就是给干活啊。大家，我收拾东西，他都不管，他不管，我受不了了。我说今天这个东西咱俩商量好，我现在给你收拾好，然后咱们俩一起搬过去，然后这些东西都由你来收拾。然后他同意了，然后到那会儿我们俩搬上去之后，我说他开始收拾，收拾了半个多小时之后。人家没动静了，人家在那玩上游戏了。我说你咋不收拾了呢？他说你等我玩完这把。我当时没有玩游戏啊，而且咱俩当时搬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晚上10点，都马上11点了。为什么每次搬到这个时间我要收拾，你可以不收拾？而且咱俩提前是不是说好了？我当时没有说让你收拾，我说咱们可以慢慢收拾。他的慢慢是什么意思？他收拾了半个小时，然后玩了1个小时，然后再催他。他跟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刷完这个视频，我肯定玩。”然后又过了1个小时，我又去催他。他说：“咱们明天再收拾吧。”这就是他的慢慢。那你当时为什么打我2下呢？说你就一句话不说，而且对，他就拿一个工具过来直接捶我肩膀。我当时也不想跟他计较，然后我也没有反手，我就挡着。他是怎么做的？他自己哐就打自己。后来哐打完自己之后，我就不高兴了。我说：“你要干嘛呀？你这么威胁我？你这威胁我的意义是什么呀？”然后我们俩就吵嘛。我无论怎么跟他说话，他都是。嘿就在那看视频笑，冷暴力，然后给我逼到我都要发疯了。然后我只要一喊，他觉得那时候凌晨4点，他把2瓶矿泉水哗一下甩一地，然后走了。我当时我情绪也不好，我就想自己发泄一下，然后我就说我捶一下自己，我说我吓唬他，看他是什么反应。再一个，我也不想让事情矛盾升级嘛，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静了一会儿。那你后来回去了吗？后来回去了，但是更夸张，回去的时候他把我东西全扔了。他把我东西全部扔在1楼楼下了。我为什么给他扔在1楼楼下？我说一下，我当时是找了他1个小时，打了1个小时的电话，电话不接，消息不回，跟在家里一样冷暴力，所以我才会逼不得已把他东西扔下去，因为他一直就是冷暴力，不处理。那你东西扔完之后就分了吧，就他自己找房子搬走得了。早上6点了，人家自己困了，把东西搬上来睡觉了。我当时哭的我眼睛肿得跟鱼泡一样，人家说都不说一句。就这么就稀里糊涂又和好了？没和好，就稀里糊涂接的冷暴力。我说就这样吧，我也不想跟他作了，太累了。然后后续我们俩下一次再搬家，我再也不收拾了，我就在面上摆着，咱谁用谁拿。主要是你的东西就是多呀，就我每次我一碰你的东西，碰的地方找不见了，你又开始指责我，你又开始问我。那我问你，浴室的东西你不能收拾吗？它都在一个箱子里，你为什么要放一样东西？问我这个放这儿行不行？这个放那儿行不行？这个放这儿可以吗？哎，姑娘，你是不是平常也是那种脾气不算太好的吧？刚开始谈恋爱，我觉得都挺好的嘛，但是后来的话，就因为一些小问题，我就感觉到他脾气就越来越不好。然后就有一次，他当时直接就是当着我朋友面，然后直接给我了1巴掌。什么事儿呢？他后来解释说是他叫我的时候我没有听清。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怎么想到来我们节目的？他这个人真的就是支一下动一下，他真的很懒。你认为你有没有问题？我有问题啊，我很凶，我承认。你们谈了2年了，有想过就是谈婚论嫁稳定下来吗？过这样的生活？我想现在就是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才来到这儿嘛。他改吗？就是现在的话，如果是像他就脾气一直这么大的话，就有一点犹豫，就是不能说是一直这样子。那女生你的诉求是什么呢？他给我逼得受不了了，你想分手？对。就是我们俩来，其实几乎都是我想分手，他给我逼得受不了了，他冷暴力弄得我。你可不想分手，我听起来不像啊！你别嘴上厉害。这个你们现在那个小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就是现在生意不好了嘛，然后说我们2个去找工作，找了半个月，他挑肥拣瘦，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销售我不干累。我哪有什么你说的那么夸张？什么挑肥拣瘦啊？不是吗？那你现在找到工作了吗？但是我没有找工作就挑肥拣瘦，就是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我想回北方，因为我觉得这边生意确实是太不稳定了，而且我这个年纪了，我24嘛，我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在一个地方上班，然后我们俩的距离太远了。你会去吗？我可以去的呀，这个事情我之前晚上跟我父母商量过，他们也同意我回北方发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啊，他都要和你一起去了，这还有什么障碍？就是他不相信我呀。我不相信他，因为他这个人，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我和他在他姐姐家吃饭，我做的饭嘛，然后我做了7个菜，自己动手嘛，没人打下手嘛。吃完饭之后，我说你去把桌子收拾了，他就把桌子上的菜给你端到厨房去，然后我又支了他一下，我说你把碗什么的也收拾了吗？他又去端碗，那碗都放那儿，你放那儿，你至少给他刷一下吧。他给人家碗刷完了之后，给里面弄的都是泡泡，然后放在那个刷碗池子里面。他姐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说你要干嘛呀？你直接刷完碗，让你刷个碗，你直接把碗上弄的都是泡泡放在洗碗池子里，就是装不会做家务。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是在我自己家人面前嘛，我就随意一点也没有啥。再一个刚开始我姐也没有说啥，就后来她可能看见我那个碗我没有给她刷干净嘛，就随口那么说了一顿，但是她就是把这个点儿就记得特别清楚。你觉得你女朋友是单纯的嫌你懒，还是嫌你其他呀？我觉得她是嫌我没有担当吧。姑娘，你是单纯的因为她懒而老叨叨她，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我是觉得她在装。你是不是觉得这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不了？她既赚不到钱，又没有稳定的工作，跟你即便回了老家，也不会有担当，不能够成为你依靠的伴侣，对吧？懒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所以女生，你今天来是要告诉她我得走了，还是说想让她改？我是放不下他的，他是知道的，因为每次闹成那样都是放不下的。那你要干啥吧？我就想让他的一个承诺，然后我真的想让他改，就是我需要他不再这么装下去了，就是什么事都装着不会做，让我去做，把所有责任，就因为他家里就是他妈妈在干活，他父亲不干活嘛，然后我不想让他把我变成他妈妈那样的人嘛。你就是让我们劝劝他，让他干活吗？我就是希望他给我一个承诺，就是改变一下他的性格。不改变性格哪能改啊？所以内在的东西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该怎么解决你们眼下的困境？你们俩怎么看他俩这恋情啊？我觉得吧，女生有点太强势了，就是她什么事情都想控制这个男生，而且这个男生吧，他可能性格本来就这样，然后经过他女朋友这种控制吧，变得越来越就是依赖。我觉得吧，姐妹，就是你男朋友性格其实和我男朋友其实是有点相似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装的什么都好，但时间长了就变了。对，我觉得你还是要慎重考虑以后。听懂了，请老师们给些建议吧。你们2个人感觉你们要走进婚姻，很吃力，很吃力。女生说的对，一个装聋作哑，但你呢咄咄逼人。一个冷暴力，一个热暴力。你说自己像他的妈，但是你自愿当他的妈。如果不让你当他的妈，你内心就不舒服。你就是想驾驭这个男人，就是想控制这个男人。但是他确实不争气，他确实都在装傻。如果真爱一个人，男人不会用这样装傻来逃避责任。他会主动的去承担责任。对，然后装傻是为了什么？那就是我要逃避这些责任，然后呢，让你还感觉到我很无辜。你的装傻的技能不经典，所以一看就能让他看出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原本你们2个人很多都是小事，他一动手，小事就变成大事。男人更多的是需要鼓励，不能不分场合的去数落、指责、贬低男人，还动手一个耳光。如果按我的理解，在那个场合一个耳光已经把你们这段恋情打得粉碎粉碎了。所以2个人愿不愿意再继续走在一起，你们自己去考量。我认为会很累，因为爱不够。我建议你们俩大哭一场分了。为什么呢？你给不了他想要的，你缺乏2种能力。第一个是你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是
你缺乏长期稳定的高收入，这是他要的，而这个结果你给不了。我建议你别去东北，你还是在原地待着，还做你的生意，因为你家族就在做生意，你做生意可能比较擅长，你找工作中没有优势。你是这样啊，你在录节目过程中说了好几次，你说你24岁了，什么意思？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对，耗不起了，这个男的耗不起了，因为你不想在这个男的身上再付出了，也不想和他共同创业，也不想和他共同的工作，就想回到东北干什么呢？我找一个工作，一边找工作一边相亲。没有，其实我已经找过，或者一边找个男朋友，合适的稳定了就嫁了。你说的回东北是你自己回东北，不是你们俩一起回东北。因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非常清楚，他到了东北也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变，你可能是不好意思撕破脸呀，因为你们毕竟生活过这么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很苦。我给你的忠告啊，是这样的，你和他分了之后，短时间之内你也不要谈恋爱，你把自己彻底改了，你都不能打人呀。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尊重男朋友，你就暂时不要谈恋爱，免得彼此都很伤害。谢谢任律，其实挺好的，我觉得你俩挺美好的。这姑娘当初真的是喜欢你，觉得你性格温和，她身上带着那种松弛感，就云南的松弛感，但你不松弛，你是个很紧绷、很焦虑的姑娘。她好想和他在一起啊，她好爱你，所以她才想和你在一起过这样稳定的生活。但确实她给不了你，她只能给你去有风的地方的松弛、浪漫和温和。她像春风一样啊，但她不是那种艳阳高照能照得出你们明亮的未来，她只是春风。姑娘，我知道你爱她，你舍不得她，这是个聪明能干有想法的姑娘，男生喜欢她也是真的喜欢。你在云南这个松弛的地方跟爸妈一起做生意，其实你本身生活是在你自己的那个维度里很自洽的，很愉快的。突然闯进来一个姑娘，她和你们那么的不一样，她又精明能干，又有担当，有能力，你也是真的爱她。你因为爱她，所以承受她动手；你因为爱她，舍不得她，所以东西被扔了之后，你又捡回来，也是因为爱。你甚至说，我相信你说的一定真心话，我愿意跟你回东北，我爱你。但爱有时候也有一些遗憾，爱不能带来一切。如果不能把爱照进现实，它就没有生长的土壤。男孩，你要真爱他，你就让他寻找他的稳定吧，你给不了。女生，你要真的爱他，你也不要再咄咄逼人，骂他、打他、嫌他这嫌他那了，那就是他。你最初喜欢的就是他的松弛，今天你讨厌的是他的松弛而不上进。就不要让最后的分开那么难看，也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你就踏踏实实回你老家找稳定的工作，减缓你的焦虑。焦虑是你自己的，不是他给你的，他解决不了你的焦虑。男生和家人在一起，继续过你阳光的松弛的生活，找一个和你一样向往松弛生活的人，感恩遇见，祝福彼此。我觉得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女孩子的强势，但是背后还有一个词叫能干，她真的很能干。但是你们两个人的理想不同，你想要的是支个摊儿，他想要的是一条街。你们选择了共同去做一个生意，这个从一开始的捆绑就是错的。你是一个没有经验、只有野心的女孩子，很多决定由你来做，这就是巨大的风险。他是一个只想平平淡淡去把现在的日子经营的有滋有味，有朋友有酒有诗和远方的这样一个男孩子，他怎么引路你？他引不了你，他也给不了你。然后这个女孩子她想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是又卷又折腾又内耗又让你觉得压力山大的地方，你也不想去。那你说这有什么好争的呢？这不是说他要不要跟你回东北的事情，这也不是你要不要留在云南的事情，这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先分开一段，各自去体会一下自己想要的生活，回过头来再去想，你还想不想回到原来那个人的身边？你给自己一段时间，你回到东北，回到你的家乡。24岁真的太小了啊！你在这个年龄段，你去过一段你自己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去体会一下职场，体会一下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过的同龄人同频的生活。你再回过头来，你想不想回到云南这个地方去放空，让自己躺平？
姑娘，你不要老把自己的人生进入倒计时，我来不及了，我要结婚了，我这个时候再不怎么样，我就跟不上大家堂。你不用这么想问题，不是人生必须到某个时间段就必须做某件事情。人生真的是在你适合做某件事情的阶段，那才是你自己的生命时钟。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状况之下，你让他一个人去做这个生意，找一个可以和他同频共振的合作伙伴，你不要成为那个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会分为2种，一种叫合作，一种叫分工。你们俩现在连分工都分不清，什么你都要干，什么你都要管。他现在已经被你挤兑的已经分不到什么了，只有那些你看不上的边角料交给他，你会发现他又不愿意做。在没有你之前，人家日子过得挺好的。所以我给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是按照偶像剧来找的，那么就先把自己活成生活的偶像，再回头来找他。刚才吕老师说一句话特别对，就是你得经历失去之后，你才知道现在有多珍惜。为什么那么多卷的人到你们那儿、你们那个地界去放松啊？那你们生生的把这放松的环境活得这么紧吧？你们俩现在的相处遇到什么问题想过吗？没想清楚，然后就分开了。但同样的问题在异地还会发生，对吧？所以我们先看看审视一下你们的关系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女生的动手，那是在绝望的控诉；男生的沉默，那是在懦弱的逃避。你们俩都在表演，但从来没有真正的沟通。为什么你来了，他就要退出他那份创业的小生意？你真是要一条街吗？可你明明是说你要对方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要的是稳定，但这个稳定是他出了问题吗？还是你们在一起忙活这件事儿变得不那么稳定了？你没来那会儿人做的挺好的呀，是不是？让他做他擅长的事儿，他就会发光。你的介入让他手足无措，他到底应该是跟那儿刷视频呢，还是应该跟那儿做他的生意呢？所以说你们现在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去调整，让我们从真正的沟通开始吧，让我们从好好说话开始吧，让我们真的能先听懂对方说话，我们再开口开始吧。你多听听他说什么好不好？不要自己去做。所以当矛盾出来的时候，比金句更管用的是什么？是闭嘴。所以你们俩互相对视一下，看看好般配啊。如果让你们分开，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们这张脸，就对不起你们的故事，好吗？你们刚才经历了分手了，几位老师都让你们分的，坚持住。曲老师觉得美的故事应该继续。好，我们老师给了很多建议，其实也觉得你们是真诚的2个人啊，何去何从自己做决定，好不好？我们请2组嘉宾回到我们的门后，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如何。来，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运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好，那我们看一看这第一对啊，他们想要结婚的男女朋友，他还结得成吗？现在看看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请开门。这对出来的可能性真的几乎没有，没有了。没有了，男生自己说了不算啊。不过我理解为可能暂时结婚的这个想法是告一段落了。那2个人也没有到完全要分开的地步，再磨合吧，再相处。如果走不进婚姻，还是早分早好。哦，你看老师们观点也不一样，自己去品吧。那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情感困惑想来到我们节目呢，我们有非常简单的报名方法啊，您去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都可以啊，和我们取得联系。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受骗。我们看第2对的情侣，那姑娘是会选择回到东北追求自己的不同的人生呢，还是继续在有风的地方好好恋爱呢？看看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请开门。我是希望他们分手，我希望他们很有可能他们出来，出不来了。我真是希望他们出来，但是出来了，出来了吧？出来了。他们2个还真是有感大步走出来，他们还是相爱的，欢喜冤家呀，还是相爱的。我们还觉得蛮心安的。
对呀，你看多靓丽啊！我是喜忧参半，喜忧参半啊。他俩真有真爱的。就出来你怎么办呢？姑娘，你先说呢。姑娘做了什么决定？就是我们觉得他还是跟着我吧，哎呦，就是努力试试嘛。他跟着你去哪去哪儿啊？回东北。回东北啊？对。你看他一起回东北是吧？对。但女生你真的要善待，而且要做出改变。强势的是你，掌控的是你。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男生他松弛，即便跟你去了东北，如果真没成，工作真不好，你真的不满意，我觉得他再回来，我都相信他依然可以过那个松弛的生活。支持你们的爱情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也希望你们体验过程中能够更愉快一些，把未来交给未来，好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好，来吧，亮灯吧，收起眼泪，好好生活啊！加油吧，未来属于你们，再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我直播时，榜一大哥为了追我，刷了10多万礼物，我不同意跟他见面。他现在让我还这些钱，我该怎么办？民法典明确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呢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所以直播打赏通常构成赠与合同关系。榜一大哥通过平台购买虚拟礼物并打赏给您，本质上是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您，并且呢，平台与你的分成不影响赠与性质的认定。所以，榜一大哥自愿打赏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他无权呢要求你归还这些钱，除非存在欺诈、重大误解等法定撤销情形。感谢老师们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